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这道料理呢，看似其貌不扬，实则声名远扬。它通常是被作为一道菜来呈现的，但是我今天的版本更偏向于点心或是主食一类，因为我要做的是蚝煎饼。这里是500克的蚝肉，也就是一种牡蛎。因为今天我们要拿来做煎饼，所以不需要买太大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买回来的牡蛎呢，其实挺脏的。加入大概2到3大勺的玉米淀粉，然后轻轻的把它们揉搓一下。加入玉米淀粉的目的呢，是因为玉米淀粉可以吸附掉大部分蚝肉表面的杂质，就像我们平常清洗葡萄也是建议放一些玉米淀粉是一样的道理。接着就在流动的水下不停的冲洗几遍。这个蚝呢，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花些时间，一颗一颗的仔细清洗一下，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细碎的蚝壳躲藏在这个蚝肉的裙边之内，光靠冲洗呢，可能没有办法把它们完全的清洗干净。你肯定也不想在享受美味的料理的同时，一不小心有被坚硬的蚝壳给硌到牙齿，是不是？接着继续在流动的水龙头下面不停地冲洗，直到浸泡蚝肉的水变得清澈，那我们的清洗工作就算是完成了。把它们沥干水分，放在一边备用。40克的小葱，清洗干净沥干水分以后切成葱花。这个是香菜，我也同样准备了40克，一样清洗干净沥干水分以后把它们剁碎。接着呢，我们来调一个面糊，先把木薯粉、面粉和清水混合拌匀，然后打入一个鸡蛋。因为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蛋饼，而是煎饼，所以只要1个鸡蛋就够了。再加入屏幕上方所打出的所有的调味料，继续把它们混合拌匀。现在就可以加入刚刚切好的香菜和葱，再倒入已经洗净沥干的蚝肉，完全的拌匀以后呢，我们的面糊就完成了。锅中烧热适量的食用油，面糊在倒入之前呢，最好再稍微的拌匀一下。这个面糊可以做2个煎饼。面糊倒入以后，我们就要转中小火，迅速的用筷子先把蚝肉分布均匀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能保证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有鲜甜的蚝肉。刚刚倒进去的面糊不要着急去翻动它，等到底部定型了以后，我们才开始翻面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的煎饼会比较不容易碎。翻面以后，继续用中小火煎。过程中你觉得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多翻2次面，一直到我们的煎饼变得2面金黄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放上一些香菜和红椒丝做点缀，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蚝煎饼就完成了。相比在外面花上几10块钱点一盆蚝煎，不停地翻找才能找到几颗小小的蚝肉，那自己在家做，每一口都能吃到鲜甜又大颗的蚝。这样看来，花上一点时间自己在家里清洗蚝肉还是值得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